Hello，大家好，今天是3月2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联储鸽派决议提振市场，纳指标普双双涨超1%，今天的多头有机会见到大阳线。GTC 大会后，英伟达如期下跌，这次的技术面逃顶卖在了短线高点。特斯拉曙光出现，技术面出现反转，抄底机会来了吗？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先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第155期，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会看到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我们看一下当前美股大环境，阿哲会通过2个方面，第一个是经典的 K 线形态防守阴，第二部分我们会讲空间的点位测算，今天日内压力支撑在哪，目前的多头空头是谁强谁弱。而接下来我们则会看到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技术分析。而在最后第3部分，我们会讲到 SQQQ、纳指金融、Meta、苹果、MSTR、PLTR、博通、谷歌、SMCI 等9只标的的行情快报。阿哲会用资金和动能2大指标讲解目前以上9只标的它的短线策略、风险和机会。我们看到左侧的纳指日线图表。目前的市场在经历了1周多的时间，但还是没有摆脱下跌商法的一个空间当中，依旧处于一个震荡调整的范围。阿哲在之前就有讲过，下跌商法它是一种下跌中继形态，往往是下跌之后产生的多头反攻、空头平仓而导致的市场上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它的反弹空间。如果它一直不去突破左侧大阴高点，那么在再次的出现一根大阴线破位之后，则会构成下跌商法。那么后续的下跌空间则还有，并且不少。而当下的市场在经历了1周多时间，它还是在震荡。而在震荡过程当中，依旧没有突破左侧阴线高点，也没有跌破左侧阴线低点，所以当前从波段的角度，从中长线的角度，这里的方向还是不明确的。而在短线上，可能日内交易者会做一下这根大阴线区间内的高抛低吸，以下沿为支撑，以上沿为压力。但是这种交易它会比较累，并且利润它不会很多，所以如果您的短线交易水平一般，那么阿哲建议还是等待明确的阴线和阳线的产生，我们再去做接下来仓位的抉择。这是目前阿哲在波段上的一个看法。那么短线上，为什么阿哲说今天有机会看到一根明显的阳线呢？这要看到防守阴的一个交易。在不久之前，我们学过防守阴线的做多和做空的模型。那么像左侧就是防守阴做多的模型，右侧是做空的模型。做多模型往往用在市场多头上涨、牛市行情当中，而做空行情则在熊市以及下跌趋势当中会去使用。我们简单做一个复习，所谓的防守阴线则类似于市场当中出现了传统交易组合倾盆大雨。首先，昨天是一根阳线，而今天是一根阴线，阴线的收盘价比阳线的最低价低了。而阴线它的最高价是比阳线最高价低的，如果当天阴线是低开低走，则效果会更好。那么这种状态下，股价后续如果目前是多头市场，价格只要收盘突破阴线高点，我们说它就是一个买点。这是它的做多模型比较简单，而做空模型呢，相对可能会有所复杂，它会涉及到多次仓位的买进。那么一般反手阴线的做空模型会在34天线往下走时，亦或者是整体市场处于熊市的时候。当出现了防守阴，熊市当中则不去关注它的做多机会，而是在当天就以做空的角度去看待，当天为最小的做空仓位的买进，算是一个埋伏的仓位，而后以做多模型的入场线作为止损线，因为价格一旦突破这根阴线的高点，它其实在价格走势上属于多头强势，防价格后续容易走多。有关模型图如果看不懂也没关系，我们看一下纳指实际的行情走势。在纳指的图表中，目前的阴线底下有笑脸的都属于防守阴的产生。那么大家只要记住一点，就是市场当中一旦出现防守阴线，它说明空方在当天下跌是比较强势的。一般这种下跌强势的行情，后续会有2种情况。第一种就是空方确实衰竭，短线过于释放，那么就会物极必反，反而会产生反弹行情。所以在防守阴之后，正常只要空方不是很强势，那么价格的多头反而是一个反攻的机会，空头反而会撤退，亦或者平仓获利兑现。所以防守阴之后反弹的现象是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多空不是很悬殊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每一次防守阴出现之后，是不是市场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而如果股价在出现防守阴之后，它可能不只是反弹，它甚至能把阴线的高点给突破，那么这种防守阴的产生，它就是一个多头由反弹到反转的过程。所以能够突破防守阴的高点，那么说明股价的多头是很强势的，空头反而因为之前的防守阴而过度的消耗了。它是一个防守阴线，但是多头只能反弹而不能突破阴线高点，所以多头就是弱的，而空头是强的，所以后续依旧会走出下跌。那包括像这个位置的防守阴反弹是反弹了，但是价格呢没能突破阴线高点，所以价格后续是不是依旧是看跌的，依旧是做空的一个方向。只有防守阴线产生之后，它不止反弹，还能够突破，才算是多头行情能够延续，才算多方比较强势，空方没有想象的那么强。所以你会发现，在防守阴之后，如果还会再次下跌的，防守阴之后还继续下跌的，一般说明还有下跌空间。而防守阴之后，价格走势没有下跌，反而上涨突破，没有下跌，反而上涨突破，那么这种行情说明上涨还有空间。而你看到现在的股价走势，是不是也是防守阴线，而且连续出现了3次？这一次防守阴线产生了，股价本身在当边下跌，不建议做多模型为主。但如果做多模型出现，也可以认为短线走强。当这一天的 K 线高点是不是没有被突破？所以这一天的低点后续反而被跌破。价格从这里来看，它呢多头还是弱的，空头是强的。像这个位置的笑脸也是防守阴线，防守阴之后反弹是不是正常？你会发现每一根防守阴线，基本第二天8、9成的概率都会有反弹，很少会继续下跌。所以防守阴之后还继续下跌，就是很大的风险，多头要小心。而防守阴之后的产生，你会发现第二天或后续几天都是反弹的概率比较大。而你也可以看到的是，前面2根防守阴线，说明目前市场是比较强势的下跌，空方比较强。因为它的多头反弹归反弹，但是它是没有快速的突破阴线高点的。但昨天的防守阴线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昨天是阳线，今天是阴线？阴线收盘比昨天阳线要低啊，阴线的高点呢是不如昨天高的，开盘也是低开低走的，比较合格的防守阴线。那出现之后，第二天上涨反弹是正常，但是它的反弹力度不太正常，它直接把阴线的高点给突破了，这说明本次下跌以来首次的防守阴买点出现了。这是一个防守阴的做多模型在下跌空方市场当中产生。它代表多头在本次行情当中终于有一次不一样的表现，在短线上它的上涨动能、上涨空间都会比之前要更加不一样。所以目前的美股市场出现了防守阴线的做多模型，而做空模型产生过2次，但这2次都只是最小仓位的布局，而目前也被打掉了止损。所以当下的防守阴线告诉我们，多头在变强，所以短线美股上涨依旧可以往上看空间。那往上看多少空间呢？我们看到这里，第一个区间是17868.07和17980.39，那么这2个去构成的。而再往上去看，那么上方的压力就比较大了。这个压力位主要是170天均线和另外的一个价格的高点18439.24。那么这2个区间构成了一个强压力位，也是熊市下跌反弹我们的一个比较高的目标位。这里将会是一个强主力区，所以如果美股市场如阿哲所想的短线走强，并且可能会有明显的上涨，那么你要关注2个主力区，一个就是最近这1-2周还没有突破的大阴高点上方这个区间，另外一个就是170天均线下方这附近的区间，这2个是重灾区，压力重大的区域。以上就是对于纳指环境的一个解析。目前的美股短线看涨，但整体波段还在熊市反弹区间之内，所以以此呢，哪怕短线要去看多，要去做多，也要注意风险，因为目前属于逆势的上涨，你的操作方向短线上是属于逆势的做多，所以仓位一定要调整好，不要过于重仓的去博弈本次的上涨。如果以上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么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照常点个赞。那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也希望您能够在阿哲视频底下留下您宝贵的评论，阿哲看到也会非常开心，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那假如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视频底下点击订阅按钮，
在点击订阅按钮之后，您会成为阿哲频道的粉丝观众。那么显示已订阅之后，您可以点击全部铃铛，这样以后阿哲的每期视频、每个观点，您都可以在阿哲发布之后第一时间接收到频道的通知。感谢您的订阅。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小节空间技术的分析。那么阿哲会告诉大家，今天日内股价重要的压力和支撑在哪里，以此去分辨今天多头和空头它的强弱之分。那关于这一点呢，是阿哲每天美股盘前都会去更新的一个内容，都会去测算的点位。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图板左侧就是阿哲每天所发布的 Telegram 的盘前解析，在解析当中会有2方面的内容。那么这一个内容都是属于订阅观众的限时福利，只要您是订阅的同学，您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您将会有一段时间内可以收到这一条信息，也希望能够对您产生一定的帮助。我们看到这条信息的解读，这是昨天3月19日盘前解析。阿哲一般呢是在香港时间4点半到5点半这个期间内会去发布去更新。阿哲有提到，纳指昨天呢是防守阴线，如果空方不是绝对的一个优势，那么今天大概率理应是反弹行情。那么关注反弹的力度是否突破昨天防守阴高点。那么这一个内容就是阿哲刚才前面第一部分讲的。所以如果您是在 Telegram 的学习小组当中，您会更加快速、更加早的接收到阿哲的一些观点，可能对您会有更加及时的一个帮助了。而在信息当中，阿哲也说到，如果突破，则说明多方还有上涨空间。当然了，目前依旧呢是熊市看待反弹。今天如果继续收跌，那就是空方异常的强势，那多头就要小心了，下跌商法大概率将要形成。而幸好的是，昨天收的是根阳线，并且突破了防守阴高点，所以接下来看一下反弹的这3个压力位，也是刚才阿哲所讲到的那几个压力位了。那么上方第一部分就是阿哲日常相对主观的一些判断和分析，而下方开始呢就是有关于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等个股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的预测。那么这个压力位预测，它不是说阿哲必然会准确压中这个数字啊，今天盘中一定会到达这个高点，一定会触及这个低点，并不是，没有那么神奇，也没有那么神棍。关于这个点位的使用方案，我们看一下右边的图表。在图表上有很多 K 线，底下呢是有红绿灯的一些颜色。那么我们说一下红灯代表什么意思。如果阿哲当天给到的这个支撑和压力位，它的低点支撑被收盘跌破，那么就是一个红灯，就说明当天股价空头很强势，把我们日内的支撑给跌破了，那么就是红灯。而假如市场当中它的收盘是突破阿哲今天所给到的压力位的，那么说明多头很强，日内的压力被突破，收盘突破则显示绿灯。那么股价只要大部分时间它都是红灯，就说明空头是很强势的，在这一波行情当中，那偶尔出现了绿灯，那么也不足为奇。因为在一轮下跌当中，它不可能全程都是空方强势，偶尔会出现多方强，但多方强势在下跌的行情当中一般不会持续，不会很多见到。所以这个绿灯之后立马第2天是红灯，说明昨天就是一个反弹。包括最近你会发现，是不是底下开始有绿灯产生，而且产生的次数变多，这是一个震荡行情，震荡的幅度不小，所以你会发现有红灯有绿灯交错出现。一般来说，在熊市行情当中，出现绿灯的反弹之后，第2天立马出现红灯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但在最近2天有点不太正常。这也是为什么阿哲说多头不太一般，在本次的行情当中，因为昨天为红灯，今天为绿灯，它其实说明一种含义，就是昨天的红灯代表是砸盘，而不是真正的下跌。就类似于前面这里，先是绿灯，再是红灯，就不太好，就说明昨天的多头是假的，昨天很多时候可能是骗线，亦或者只是死猫跳。而现在产生的先是红灯，再是绿灯，那么就说明昨天的下跌大概率为砸盘，那么砸盘后出现的绿灯则一般作为买点来看待。所以短线上不管是红绿灯还是防守阴，这一天都是一个短线买点。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稍微关注一下有关今天的预测高点和低点，一个是18025.97，另外一个是17642.37，这是一个预测高点和预测低点。如果今天的收盘价突破了预测高点，那么就依旧是绿灯，跌破预测的低点，那么就是红灯。如果在绿灯之后又立马出现红灯，那么就不用去想着这里会走多，更大概率还是往下以空方来看待。
在这里，我们再回顾一下上期视频讲到的一些其他的观点，就是不只是短线，可能更涉及波段方面，就是底下的资金 K 线或者说 BBD 资金。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有说过它的用法，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那么阿哲呢，把图表当中所出现的资金变盘信号给大家去标记出来。所谓的资金变盘信号其实很简单，就是当资金由水下往上去运行时，那么资金流进到达一定程度出现上穿，那么上穿当天为变盘 K 线。那资金如果自上而下流出时，流出到达零轴之下水下，那么也会成为一个变盘 K 线。那么阿哲呢，之前有教过大家怎么去用，就是如果市场处于上涨回调，那么出现的一般是资金流出，那么流出到达零轴那一天，我们一般认为是变盘低点出现了。而价格如果是下跌反弹，那么价格的资金在熊市当中流进，而流进过程中只要达到零轴以上，我们认为那一天的 K 线则是日线上的变盘高点的可能大大增加。当然了，这样技术不是绝对的高低点识别，它呢是让你去关注那一天 K 线的产生和出现，那不是说一定是变盘高点或低点。我们可以从前面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一天是下穿了，那下穿 K 线呢，我们说是变盘低点，但如果这一天的低点被跌破，高点不能突破，那我们会认为它的低点变盘失效，那么也就是说下跌还有更低的低点，它还会延续下跌。那比如反弹当中出现了上穿，那这一天 K 线产生了，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反弹高点，但实际的结果是它的高点被突破，低点没有被跌破，那么这里没有空方的信号，那么就说明多方延续，高点还有新高，价格还能上涨。那价格如果下跌出现了下穿呢？好，它是低点变盘。那你看一下，它会是低点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的高点如果能被突破，价格整体运行在这之上，那它是不是低点变盘？那是不是就说明它确实是低点变盘？所以低点变盘的低点不能被跌破，高点变盘的高点不能被突破，那么才能构成变盘高低点的确认。像这一天也是下穿，这一天下穿，这一天上穿，是不是低点、低点和高点？它们都在之后产生了反向的运行，我们去确定高低点的产生。包括这一天的暴跌，是不是也是低点？因为它的高点后续被突破了。那这一天高点变盘为什么没有成功？因为高点后续被突破，低点没有被跌破，所以它是延续上涨。而震荡行情当中，这段时间产生的比较多，震荡行情就多高低点产生，这是一个原因。在本次的下跌当中，你会看到顶部这根阴线其实曾经也是变盘低点的提醒，但它的低点后续被跌破了，所以它就不是变盘低点，还有更低的低点。那么在下跌以来，最近的这段时间其实一直在水下。那么资金最近的一次突破是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界面上的这一根 K 线？3月17号周一，价格资金出现了上穿，所以这一天将是一个高点的变盘。我们不是说它一定会见高点，但是你要开始小心了。股价目前没有出现有效跌破低点，因为跌破之后立马站回来了，所以这里呢不能说是很有效。那你要看一下高点会不会突破，如果高点被突破，那就说明高点变盘失效，那么将会有更高高点，将会有延续的上涨空间。这一点也是当下去参考的一个过程，一个重要的压力位高点在这里。那么刚才我们通过动能 K 线和底下 BBD 资金，我们通过资金和动能讲解一下目前市场短线上怎么看。整体来说，动能 K 线是看涨的，并且是一个买点，而资金 K 线告诉我们这一天是变盘高点，如果能够把它给突破，那么短线将会更好。现在呢是初步的看多买多，如果收盘突破这一天的高点，则进一步打开上涨空间，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看多。这里要提醒一下，刚才所讲到的这两个点位，它只是今天的点位，每天呢会进行改变，所以在明天后天有关这个点位的更新，你一定要关注我们 Telegram 的盘前解析信息。假如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还不知道怎么去接收到这条信息，那么阿哲可以稍微教一下你。你可以打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中有一个置顶的评论是阿哲所发的，那你看一下置顶评论中有一个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点击那个链接，您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而后你要怎么去领取到盘前解析？您需要给助教发送一个口令，叫盘前。而助教在收到盘前口令之后，他会知道您是新订阅的同学，并且需要每天盘前解析，他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这是今天订阅阿哲频道之后您可以拿到的一个订阅福利。
同时也要再提醒一下，如果您订阅了阿哲频道，说明您对于技术分析确实感兴趣，并且想要更好的学习。所以阿哲除了这一个盘前解析之外，同时我们还会安排每周不重样的一个主题课程。本周呢叫多空重构，在当前的牛熊转换节点上，如何在多空重构的市场当中，我们去找到散户的赚钱方向、赚钱策略。所以本周从周一到周五会有5节的课程。这5节课程，如果您是今天才认识阿哲，可能您错过了一部分的直播课。所以这里阿哲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订阅。您只要是订阅同学，都可以在助教老师取得联系之后，跟助教老师要一下本周的回放福利、回放课程。这些课程都是每天的上午10点钟在香港时间去进行直播的。所以在3月19号美股开盘之前，阿哲这场直播也告诉了很多内部的同学，告诉了很多订阅观众，就是这一天为什么会反弹，以及为什么大概率能够看反弹，和什么时候我们去进行持股，以及什么时候会发生市场的一个波段多头和空头的改变。在昨天3月19号的课程当中也讲到了，如果您感兴趣，想要了解19号那一天如何能够很确定市场会反弹，那么你可以跟助教老师拿一下19号的课程回放。像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个图表的每一节课，都是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很精心的去进行备课和教学的。所以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掌握每节课程的课后，都会安排一次课后的作业，来确保您真的学会、真的听懂了。而如果您完成过一次作业，那么同时你也可以给助教老师申请一下，可以加入到粉丝群组。在您把作业交给助教老师批改之后，如果作业完成的情况是良好的，那么助教老师同时也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组学习小组当中。那么希望3份福利您都能够收到，感谢您的订阅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第2大部分，特斯拉和英伟达的解析。我们先看到特斯拉，为什么特斯拉阿哲认为市场出现了机会？为什么特斯拉这里短线可以看涨？在前期的视频观点当中，我们有提到，目前的特斯拉和指数出现的环境是一样的，也是在一个震荡区间，也同样是下跌商法的构建当中。当它也在保持震荡，它也没有去突破，也没有去跌破，所以目前的特斯拉波段中期方向还不是很确定、很确认。但短期呢，有出现了另外的一个信号，叫曙光出现的一个 K 线形态，它由3根 K 线构成，在下跌中产生。而出现的这根阳线，昨天一出现就构成了这个 K 线反转状态，它把前期下跌的这根小 K 线的高点全部吃掉了，是一个低开低走而后的高开高走，所以这是一种 K 线反转形态。而一般曙光出现产生之后呢，它有2种介入点，一种呢是比较激进的，就出现这根阳线直接买，而且是比较大仓位的去买，一次去买进，而后以它的低点作为防守，这是比较激进的。因为 K 线形态刚出现曙光出现时，它只是刚出现，还没有确认，就直接去买的话，它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止损位一定要设置好。那另外的策略就是出现曙光出现，可以开始短线做多，但是仓位一开始不能放得太多，我们需要等待一根 K 线的确认，就是一根阳线，而且最好是放量的不错的阳线产生，再进行加仓，这是2种做法。而阿哲更加倾向于第2种，当然你也有第3种的选择，就是曙光出现产生之后呢，先不买，等待那一根放量阳线出现之后再买，这是更加稳妥的做法。我们可以以曙光出现的这根阳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在反转结构当中，只要这根阳线的低点不被收盘跌破，它的反转效果就依旧存在。而当出现一根阴线收盘把它的低点跌破时，则说明反转形态没有了，取消了，那么则继续的看空看跌。当前是曙光出现刚刚产生，所以最好等待一个确认，现在买进也可以，但是会比较激进一些。而目前的曙光出现，为什么说短期可以看涨，但中期的方向没有改变呢？因为它出现的位置不太好。如果这个曙光出现是在下跌过程当中，是破位之后产生，在这种位置产生会更好。但现在它是在一个下跌商法、下跌中继的形态当中产生，所以它上方会有比较多的压力，这个曙光出现反转的困难就重重。如果是下跌破位，甚至破掉208.74之后再出现曙光出现，那么效果可能会更好。听到这里，可能有同学有疑问，阿哲，你上期视频刚说要看空特斯拉，怎么这里又变成看多了？很简单，因为多出来2根 K 线已经形成了反转的态势，
所以多空之间呢要切换，你不能说这一天看空，后续就一直看空，市场走出再大的阳线我都看空，我们交易从来不是如此。并且在上方的时候为什么看空，或者说为什么不建议去做多？因为当时的价位离左侧大阴高点比较近，离这两个压力也比较近，而在经历了2天下跌，还有1天是跳空下跌的情况下，它是不是距离空间上的压力就远了一点？所以这里去做多，这里开始看多，它的相对空间、相对风险是不是不大了？所以在空间层面上，我们总结一下，目前因为曙光出现，所以可以看多，最好能够再进一步的确认，能够有一根阳线把前面下跌商法的高点破掉，那是最好的。而我们的防守位做多短线的止损位是周3这根阳线的低点。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资金和动能上短线还有什么发现。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呢是 BBD 资金的红绿柱。我们依旧按照红绿柱变盘来看待目前的一个市场。之前我们说过，价格反弹上穿的那一天是不是容易是变盘高点？当时这个位置高点没突破，反而走下跌，是不是确认了高点？而价格下跌反弹这一天又是一个上穿，又是一个高点。所以目前特斯拉下跌反弹，是不是到了这个位置又出现了一个上穿 K 线？所以阿哲上期视频为什么在这里有看空的想法呢？就是因为产生了这种 K 线，而后第2天反而是破位的，所以这里是一个风险。目前从资金 K 线来看，高点呢是还没有突破的，在这个高点没突破之前呢，这里以反弹高点的区间来看待。所以特斯拉曙光出现究竟能不能够曙光出现，我们就要看到这个空间上最好还是有一根放量阳线确认突破，它会更好是反转形态。而出现这样的一根阳线之前，这一个 K 线的高点是一个压力。比如说这一天曙光出现买进了，那如果在这里出现冲高回落是压力的话，你同样要注意反转形态有很大概率依旧失败，因为上方压力可能过大。在动能 K 线上，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是一个绿灯，最近的转灯是转得很明显的。其实这是一种很特别很少有的状况，因为市场当中哪怕是下跌当边和上涨当边，它都不是每天绿灯每天红灯，它总有没有出现红绿灯的时候，也就是说价格它总有在预测高低点之内的时候。但你会发现最近的6天的交易日内，它的红绿灯是频繁的闪烁，频繁的转换，说明日内的多空博弈是很剧烈的，要么多方很强，要么空方很强，两者之间一直的反复。那么现在特斯拉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阳线的绿灯？那价格的走势这里是不是开始短线又变成多方强势了？再结合前期的下跌，跌到了下跌商法的下轨，而如果它保持的是震荡，那么这里是不是应该是一个震荡的低点？它的做多风险会小一点，短线上来说。那么上涨的空间，先看第一个就是上方大阴线的高点。那么阿哲觉得呢，在这个时候不用太过于关注是红灯还是绿灯了，因为在这个区间内红绿灯的信号已经钝化，它是红灯是绿灯，效果已经一般了。这个时候你要更加关注的是一个更加明确的 K 线产生，就是要么是一根阳线把左侧阴线高点突破，要么是一根阴线把左侧低点跌破，跟指数一样，方向一旦选择才会有大的空间产生。在这之中你只能说这里看多，但是空间先看到这个阴线高点突破再加仓。以上是短线上资金和动能的看法。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英伟达最近的走势比较疲软，因为在空间上它到达了一个压力位 120.73，这个压力位是早在上期视频或者说上上期视频我们就有讲过的压力位。那么这个压力位在突破之后出现了负阴线，那么上期视频说的逃顶信号就是它了，在压力位还产生了负阴线，所以价格最近的调整是正常的现象。而负阴线其实有另外的一个交易机会，跟防守阴一样，它有一正一反，你可以看空也可以看多。负阴线产生之后呢，是一个空方的信号，但负阴线的第2天它是一个多头关注的 K 线，我们是不是说它是 XK 线？先有负阴线再有 X 的高点如果被突破就属于负阴线的买点。所以不管是反手阴还是负阴线，它都有正和反两面之分。我们可以因为负阴线来去逃，来去做空，也可以因为负阴线呢可能去产生的机会去做多。现在你只要关注一点，它是特斯拉下一个买点，在负线之后是空头的市场，是风险的释放。但是如果负线后的第2天这根 K 线的高点能够被后续收阳突破，
它在短线上是一种买进的 K 线变化。从目前的角度来看，这个位置出现这种 K 线的几率好像不是很大。如果今天的指数确实能够如期上涨，甚至大涨，那可能会连带着出现这种情况。不过这里要稍微提议的是，英伟达走到这，它的压力区间附近，哪怕出现了买点，除非这根阳线真的很漂亮，比如说它是一根高开高走实体阳线，或者低开高走实体阳线，都是 OK 的。但是阿哲呢，还是更加建议，就是收盘有在120.734之后，它可能会更好一点。不然的话，这里的买点可能会刚好遇到压力位，你也不确定会不会压力又来了，而后买进又是个高点。所以目前120.734的压力稍微要关注一下，哪怕想去买也要小心，最好是收盘突破压力，我们再去看涨。那到时候如果能突破120.734，是不是往上可以看一下124.768？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我们先看到资金方面 BBD 的上窗 K 线是哪一天？是不是这一天的阴线？3月13号，在这一天出现了上窗 K 线之后，阿哲呢是有提醒过，这一天的高点后续被突破了，所以我们认为价格这里不是变盘高点，那么后续呢有上涨空间，而它的低点不要被跌破，如果被跌破，其实也会再次确认变盘可能还是高点，所以这个低点这里是有支撑的。价格目前的回落是没有跌破这个低点，再次产生了一个红灯和一个绿灯。我们说，如果是绿灯之后再转红灯，说明昨天的绿灯有又多的嫌疑，有一个反弹见高点的嫌疑。而价格在下跌途中出现了红灯之后再转绿灯，则价格的这种表现说明前面的红灯下跌有很大概率是一个砸盘，是一个骗线。所以这一天的绿灯呢，可以为一个买点，只是它的 K 线形态确实比较难看，是一个十日星，有点弱。目前的英伟达，如果你想看个波段的走势上涨，或者说你想要确定什么时候反弹是真正的见到了高点，那你可以看一下前期这根阴线，它的低点不要被跌破，被跌破的话呢，我们认为它还是高点变盘。英伟达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红绿灯的变化，阿哲这里呢给到今天的。预测的低点是116.6，跌破它将是红灯。如果红灯、绿灯又来一根红灯，那么依旧是看空的。价格的走势高点是121.365，股价收盘得要突破这个点，我们才能够往上去继续的延续看涨。绿灯之后是否能够再接一根绿灯？如果有，那么这里我们认为确实是一个再次启动点，因为它的收盘价收在了121.365之后，那是不是它也算是突破了刚才所讲的空间压力？那么又是绿灯，又突破空间压力，又有复线的买点，那是不是皆大欢喜？那么这种买点呢，将会是更好的买点。现在我们来到第三部分，阿哲会讲一下这9只标的在短线上资金和动能怎么去看。我们先来到第一只标的 SQQQ 的资金动能层面。当下我们所看到是 SQQQ 3倍做多纳指的标的，在上方是动能，下方是资金。我们依旧来看一下资金方面的表现。前期的股价下跌后的反弹，这个位置是不是还是看反弹？但是它上窗 K 线的高点被突破了，所以反弹高点不是高点，那么就延续上涨。那么后续的价格一直在水上运行，最近出现了连续的流出，而这一天是流出 K 线下穿的时候，它应该是变盘低点。但你会发现变盘低点，它的低点却再次被跌破。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因为它不是最低点，所以你说它是一个变盘低点呢，它的效果可能就差一点点。而我们在看到动能 K 线上有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动能上出现了一个绿灯之后，立马这一天是一个红灯。像前期的股价走势，是不是大多是红灯之后走绿灯，红灯之后走绿灯？那出现绿灯之后走红灯，其实就说明空方比较强势，说明昨天的绿灯 K 线很大概率是什么 K 线？是诱多 K 线。所以价格走势在出现了绿灯 K 线之后，又走出一个红灯 K 线，所以这里表示昨天的上涨为反弹的概率是特别高的。所以一旦出现绿灯后的红灯，那么这种短线是看跌的状态；如果出现的是红灯之后绿灯，则短线是看涨的，除非第二天又出现红灯。所以当下，除非今天是一个绿灯 K 线，不然的话，这两根 K 线产生一个绿灯一个红灯的方向往下看，所以你要关注一下今天会不会有绿灯出现，如果有，将有一个救命稻草产生；如果没有，那么市场
依旧是延续惯性的下跌。我们看到高点的预测是37.115，价格收盘收在这个价格之上，才能够解除目前的风险。不然的话呢，我们认为依旧是向下看的。而它的低点预测点位是34.595，股价收盘价得要跌破这个价位，我们会看到一个红灯，它则再次确认了风险的产生。下一支我们看到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在上期视频中我们有讲过 BBD 资金出现了上穿，这一天虽然是价格的突破，感觉很强势，有效突破，但底下的资金我们看到它上穿了，你要小心，它有可能是变盘高点。像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是很强势的上涨，但是这一天上穿也出现了变盘高点，那么股价的走势一旦下穿就有机会是变盘低点，所以整体是按照这个节奏来的，所以整体的多头空头的节奏还是可以用 BBD 资金来去看得比较清楚。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天是不是下穿也是低点。好，那价格这一天上穿出现了回落，我们说上穿 K 线的高点如果不能被收盘突破，那么它则很大概率确实构成了变盘高点。那目前的价格走势出现了回落，你要看一下能不能够有一根阳线突破，如果能突破，我们说延续看涨，延续上涨，如果没有，那么这里依旧容易回落。回落的一个支撑位，第一个还是看到这根上穿 K 线的低点，因为它同时是一根突破大阳线，本身具备一个可靠的支撑位，所以价格还在这个区间内调整是没有太多关系的，等待再次的向上突破就行。目前的回调它的一个力度是不强的，更像是获利盘的略微兑现，整体是自由回落的状态。所以当下的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回调，先看这一根阳线的低点，看是否被跌破。在跌破之前，如果能出现阳线再次上攻，突破前方大阳高点，那么是一个很不错的反向的上升商法。而在红绿灯的角度，我们看到动能最近呢是连续了2天的绿灯连续的上涨，而调整是没有红灯的，所以阿哲说这个调整力度其实不强。我们看一下何时会出现红灯，预测的低点今天是8247.77，一旦收盘跌破这个点，那么就是一个红灯，那下跌呢开始要引起重视了。那价格上方的预测压力是8375.81，收盘突破则将是一个绿灯，那么价格将再次启动上涨，再次可以看涨。所以纳指金融目前的调整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力度，整体是弱的回调，强的上涨，所以等待再一次绿灯产生则为买点。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Meta 目前的走势在运线之后产生了下破，前期这个绿灯呢，我们说你可以去买，但是买的时候呢，最好别买太多，或者说呢相对谨慎一点，因为这个绿灯产生时，它是在一个运线的结构当中，或者说它是一个类似于下跌商法的状态。目前这根阴线是不是把它的低点给跌破了？所以它是一个运线后下破看空的状态。Meta 当前的短线不太好，而在下跌之后呢，创出了一个更低的低点。昨天出现了一个很标准的十日星，十日星为变盘信号，十日星后上涨则看涨，十日星后下跌则变盘下跌。所以十日星呢算是一个另类的停顿，类似于运线，当前属于震荡的下行。那么这一根十日星后，如果能收一根不错的阳线，不要是十日星，不要是冲高回落，最好是实体阳线，不要有太长的上影线，那么将会是不错的看多点，但也只是短线上，整体还是一个空方的下跌，波段下跌。我们看到前天的这一根阳线，我们看到前天的这一根阴线，其实底下呢是一个红灯，红灯之后，后续最好是等待一根绿灯会好一点，不然的话呢，无灯 K 线说明上涨力度是不强的。所以这一根十日星后，如果能够接着出现一根绿灯 K 线，那也是挺不错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点位，高点是596.967，价格收盘突破596.967，那么它将是十日星后的绿灯，直接构成短线买点。而它的低点579.415，十日星后如果是红灯跌破，那么说明依旧是看跌，依旧维持下跌。底下的资金方面还是处于一个水下，没有出现明显的上穿，也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个信号。前面呢下跌时出现的下穿 K 线是它，但第二天呢立马被跌破，所以股价延续下跌。而我们看到有上穿 K 线吗？是没有的。但最近有一个连续流进后的流出 K 线，所以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连续流进后的流出 K 线的低点和高点
也是有压力和支撑的。价格在此区间之内，我们认为方向不明确，出现跌破和突破，方向会更加明确。这是有关连续流入之后流出 K 线的异动现象。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APL 苹果。苹果它当前也跟特斯拉一样处于震荡区间啊，整体的指数是不是也是处于这种环境下，是一个大阴下跌之后震荡的徘徊，而它的整体阳线呢是多于阴线的，这是为数不多好的地方。但昨天是一个特别长的上影线冲高回落，在压力位出现，它是一个墓碑还是我们所说的射击之星仙人指路呢？你就要关注一下这种长上影线后的隔天如果能是一根仿包阳，这里将是一个仙人指路的信号啊，虽然不是很标准的位置，但是也算是一个类仙人指路的 K 线。也就是说，今天能够仿包，则将是看涨点。如果今天依旧在这个阴线区间之内，那么还是下跌商法。当前有2个绿灯，但是我们说绿灯如果是长上影线不好看的 K 线，最好也不要作为买点。看到底下资金前期下穿 K 线是被跌破了，所以延续下跌，而最近有上穿嘛，是没有上穿的。但资金它在连续流出之后呢，这一天是不是流进的？那流进 K 线目前的高点略微被突破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站稳。今天收一根阳线，站稳的同时也验证它是仙人指路。那么苹果我们可以看涨，这里我们要小心的是，在长上影线之后，第2天出现了红灯，那就不太好。因为红灯产生一个绿灯一个红灯，那不就说明昨天确实是一个诱多行为吗？所以我们的低点支撑是214.495，收盘如果跌破，那将是一个红灯，就要小心苹果这里不能看多。而它的高点219.505，这里如果能突破，那确实昨天就是仙人指路，那么这里依旧看涨，或者说可以加仓看涨苹果。下面我们再看到 MSTR。MSTR 最近的走势还是比较强劲。我们上期视频讲过 ，MSTR 是一个晕线，晕线产生就是小 K 线加大 K 线。像 Meta 的晕线呢出现了下破，而它呢是上破。我们是不是讲到这个小 K 线只要不跌破，我们相对能够持股的同学是不是以此为持股线？那么不跌破就可以拿着嘛。但是它是一个10日新后的上涨，所以这也算是变盘看涨的信号。所以 MSTR 目前的走势属于上涨后的回档，而后再次加速的过程，所以 MSTR 目前保持看涨。前期的价格走势是不是下跌这一个位置出现了低点，上穿这一个位置没有产生高点，反而被突破，所以整体当下是看涨的。在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是不是也是高点突破啊？所以不管是动能 K 线还是资金上， MSTR 是少数能够一起共振看涨的股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预测高点和低点。预测低点是295.675，收盘跌破将是一个红灯，要相对小心了。如果突破317.638，那么则依旧延续绿灯，延续看涨。下一只个股 PLTR 股票的整体走势，昨天是一个绿灯，而前天呢是一个红灯。我们说红灯后接绿灯，它直接构成短线的一个买点。前面这里的红绿灯闪烁，而后冲高回落不太好，但是最近是不是出现了跌破它的实体下沿？但是已经是释放了风险，释放了风险之后再出现买点是不错的，属于回调买点。所以短线上呢，因为红绿灯的转换，所以这一天构成了强势买点。整体 K 线不算特别好看，因为有长上影和下影，但是也还行，所以这一天可以构成先行的短线买点。在资金上，前面这一天是上穿，上穿之后的低点和高点当前还没有有效的突破，所以价格走势还不能说不是变盘高点的可能。这个高点最好在今天能够顺势被突破，那么就更加确认这里是一个短线看涨点。那么阿哲呢，继续给大家一个点位，预测的高点 PLTR 是89.61，收盘突破将保持绿灯。那么低点的支撑是84.48，收盘如果跌破，那将是一个红灯，那么价格走势将再次陷入风险。所以只要这个价位不出现跌破，那么我们认为保持看涨。接下来是 AVGO 博通的股票走势，最近呢有接连出现绿灯，像你所看到的，像这里是不是一个红灯一个绿灯，一个红灯一个绿灯，这里也是红灯绿灯，所以博通整体的多头是在变强的。这个绿灯之后价格调了2天，但是都没有红灯，这一天再接一个绿灯，像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是不是它的高点也被突破了，所以博通目前这一天也是一个买点。
价格走势在整体的运作当中，它开始多头变得强了一些，空头开始有所打压，所以博通这里也可以看涨。给大家一个防守位置，今天最好不要跌破 191.235， 跌破则不能看多，要开始止损啊。多头买进的只要离开了，这个点位一旦跌破就是一个红灯，那么上方 202.605 价格收盘突破将是一个再次的绿灯，那么连续2个绿灯，我们说它还在加速。博通的关键点位就是这2个。下面我们再看到谷歌，谷歌的表现在资金和动能上也是不错的。我们看到变盘 K 线，是不是这一天是上穿出现了一个小高点，这一天下穿出现了一个小低点，那么高点和低点接连出现，说明它整体是一个震荡的。像前面这一天也是下穿，但下穿之后呢，是不是也是震了一下，而后再次下跌？像谷歌的多空这种表现，就说明整体没有一个确切的多方强还是空方强，因为它一出现低点就是低点，出现高点就是高点，没有特别明确哪个强。如果空方强，那么这个低点出现之后应该快速被跌破；如果多方强，则这个高点出现之后应该被突破，但都没有。那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低点，那这个低点变盘产生之后，会不会是低点呢？我们需要它的高点能够被突破，会更好。连续的3天都是上穿、下穿、上穿，这一天又出现上穿，那是不是变盘高点？那变盘高点是不是它最好能够有那么一根阳线，把这2个点位都突破？那么我们就说它走出了一种困境，它出现了多头强的变化。在 K 线上其实是一个买点，因为动能 K 线告诉我们这一天是一个红灯，这一天是一个绿灯。红灯和绿灯前面是没有颜色的，所以它不是一种连续转换的变盘 K 线。我们说连续出现3个灯，那么就有可能变盘，下一根是下跌，那么就有可能走出下跌。所以这里呢是一个红灯绿灯，我们认为它不是变盘，它就是看涨。如果是绿灯红灯呢，就不是看涨而是看跌，那红灯绿灯就是看涨，只是小心今天不要出现再一次的红灯就行。它的低点预测是 164.665，价格走势 164.665， 那么这个不跌破不是红灯，我们就依旧保持看涨的态势，只是最好能够有阳线把它突破，把变盘高点的顾虑打消掉。而高点的预测点位是 169.748， 收盘突破则继续绿灯，继续看涨。最后我们看到 SMCI 的股价走势，昨天大跌，今天出现了一个反向走势，是不是红灯之后绿灯还是不错的？大跌这一天的 K 线是不是刚好下穿？它也有点震荡的变化。这一天是上穿，上穿出现了一个高点，这一天下穿出现了一个低点。那高点是被确认了，那低点目前还没被确认，因为它得要突破它的高点才行。这是一根很强势的一根阴线。好，这根阴线产生之后呢，出现了绿灯。很多股票最近2天出现了红灯和绿灯。那不管指数还是个股出现，我们都一样认为看涨，只要下一根 K 线不是红灯，那么这里我们短线看涨。只是在资金上来讲，它呢和 MSTR 不一样。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很多个股，除了 MSTR 之外，其他的都是只达成了一种看涨条件，就是红绿灯。像 MSTR 呢是难得的能够达到资金看多、动能看多2方面看多的标的，所以 MSTR 我们需要关注的更多一点。其他个股的话呢，如果只是动能 K 线产生买点，那么我们最好先买一部分，不要买太多，等到资金上也被突破看涨之后，我们再去加仓会更好一点点。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价格高低点预测，低点呢是 39.125， 价格走势跌破则说明是一个红灯，那么就不太好啦。昨天的买点看多点都不算数，都要止损。那么高点的预测是 42.285， 价格走势收盘突破则我们认为它是绿灯，而绿灯则说明延续上涨，延续看涨，甚至加仓看多即可。以上就是3月2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今天是否能够见到一根大阳线呢？但不管如何，短线上美股指数和很多美股的个股都出现了短线看涨信号。那么以此我们可以去做熊市当中的反弹看多点。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